林和，你把手里的铁勺给我放下！奶奶，这席面马虎不得，几十桌乡亲们都等着开席呢。这大火受之，就差最后一把火候。您现在让我停手，少拿村支书压我！你一个女娃娃，整天掂个大铁勺，像什么话？你哥现在回村创业了，这林家大席的招牌以后必须交给他这个长孙来扛。哥，你接大席，你连盐和味精都分不清，你拿什么做100多人的大席？和和啊，你就是脑子太轴。现在谁还费劲巴拉的手工炖肉啊？我都联系好镇上的供货商了，全套的便宜预制菜，微波炉一打，连锅热一热就能端上桌，成本能省下1大半，利润翻倍。你非要守着那破菜谱，死心眼儿。预制菜，爷爷生前定过规矩，林家大席卖的就是一份乡里乡亲的良心，必须真材实料，必须柴火慢炖。你拿那些防腐剂超标的料理桃去糊弄村里人，你想砸了我们林家几十年积攒的招牌吗？反了你了！这家里我说了算，女孩子迟早是要嫁出去的，家业必须留给孙子。林宝懂脑子，懂做生意，比你强100倍。你今天要么交出菜谱，要么以后就别进这个家门。周围帮忙洗菜的婶子们面面相觑，想劝又不敢开口。看着眼前理直气壮的两人，我心里最后一丝对亲情的期待彻底熄灭了。爷爷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我有悟性，能把中华传统的大席手艺传下去。这份手艺不是用来给他们赚黑心钱的。行，菜谱我一字不落全记在脑子里了，你们这辈子都别想拿到。既然你们非要用预制菜砸招牌，这席你们自己跟老詹猪交代去。你干什么？那些菜是家里的。买这些食材的钱是我自己接活攒的，跟这个家没半毛钱关系。哥，我奉劝你一句，靠投机取巧走不远。我蹬着3轮车，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主屋，一路骑到了村尾。那里有一套废弃了10几年的土坯老宅，是我爸妈当年住过的地方。虽然破败，但好歹能遮风挡雨。院子里长满了荒草，唯一完整的只有正中央那口砌着红砖、架着生锈大铁锅的旧土灶台。夜幕降临，冷风一吹，我肚子饿得咕咕叫。哭什么？我林和有手有脚，凭这身真手艺，到哪儿不能堂堂正正的赚钱？苍天若有眼，请降下吃屎！我霍廷愿受万箭穿心，只求让我大齐国10万守城将士吃一顿饱饭，哪怕只有一口杂粮。我心里突然猛地揪了一下。今天上午，我那堂哥林宝还在为了用便宜预制菜多赚几百块钱，把上好的五花肉随手扔在泥地里糟蹋。可在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的地方，这些保家卫国的汉子却连一口草根都吃不上。就在那叫霍廷的将军绝望闭眼的时候，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我清楚地看到青铜大鼎的上方突然裂开一道蓝光，紧接着我刚才倒进锅里的那一桶红烧肉、大骨头汤，还有几百个大白馒头，就像下暴雨一样，精准地落进了那口青铜大鼎里。将军，快看，鼎里冒热气了！神迹，这是神迹呀！是啊，神仙显灵了！列阵，不可哄抢，伤兵先使。伤兵先上！我站在现代的破土屋里，看着锅底的画面，眼眶不知不觉湿润了。作为一个厨子，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不是赚多少钱，而是看到吃你饭的人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我擦了擦眼角，对着大铁锅大喊了一声：“慢慢吃，管够！”
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见我的声音，但我看到画面里的霍廷突然浑身一震，猛地抬起头，仰望着天空的方向。他放下手里的半个馒头，神色无比庄重。他从贴身的铠甲里掏出一块没有任何杂色、温润透亮的白玉佩，又撕下一块干净的礼仪布条，咬破手指，在上面飞快地写了几个字。随后，他双手将玉佩和血书捧起，恭恭敬敬地放进了青铜鼎里。灶堂里的幽蓝火焰瞬间熄灭，变回了普通的红色柴火，锅底的画面也像断了电一样瞬间消失。我愣了一下，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刚才做了一场饿出来的幻梦。可是当我低头看向锅里时，心脏狂跳起来。生锈的铁锅底静静地躺着一块带着血迹的极品羊脂玉佩，以及一块粗布条。我颤抖着手把布条拿起来，上面的字迹体画隐约：大齐国燕南关守将霍廷，叩谢9天神女赐世救命之恩。敌军围城3月，朝廷断粮，10万将士危在旦夕。今日得神女庇佑，若能生还，必建庙塑金身，永世供奉。此乃霍家祖传兵符玉佩，全作微薄谢礼，祈求神女再次恩泽。忍不住苦笑了一下，我算什么神？我只是个刚被亲奶奶扫地出门的农村女厨子罢了。但手里这块玉佩传来的温润触感，却在真真切切地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咽了口唾沫，在围裙上擦干净手，小心翼翼地把玉佩攥在手心。我虽然不懂古董，但这块玉一点瑕疵都没有，雕工精美绝伦。灵宝，你以为抢了我的菜谱赶我出家门，就能断了我的活路？你们不要我这门祖传手艺，有的是人需要。你们不是抬不起我吗？那我就用这块玉当本钱，承包咱们村最大的那片地，建一个全镇最大的绿色民族农庄。我要让你们眼睁睁看着真正的大喜手艺是怎么把玉制菜按在地上摩擦的。保家卫国的汉子绝不能当饿死鬼。玉佩我收下当饭钱了。敌军围城是吧？缺粮是吧？等着，姐给你们做一顿真正管饱的东北硬菜。明天一早我就去镇上的典当行。院子里5口1米多宽的定制大铁锅一字排开，灶堂里的柴火烧得噼啪作响。我系上后帆布围裙，抡起一把特制的1米长柄大铁柴，开始了我作为大席厨师的战场冲锋。呲啦，几百斤切好的带皮五花肉倒进烧热的底油里，随着铁铲的翻动，肥肉边缘迅速卷曲微焦，被煸出了一层金黄色的荤油。那种属于猪肉脂肪特有的霸道香气，瞬间在整个老宅院子里炸开。接着下葱姜蒜、八角桂皮、干辣椒，最后淋上整整半桶老抽。高温下，酱油的焦香与肉香完美融合，水汽蒸腾而起。我抄起水管往锅里注入清水，大火烧开后，将张婶他们洗好的几大车嫩白菜和李大爷家纯手工漏的红薯粉条全部下了进去，炖。大火猛炖，咕嘟咕嘟的冒泡声中，红薯粉条贪婪地吸饱了浓郁的肉汁，变得晶莹剔透，充满韧性。白菜的清甜刚好解了五花肉的油腻。这道最朴实无华的东北硬菜，出锅！将军，兄弟们已经整整5天没嚼苦了。昨天夜里又有3个新兵活活饿死在城墙上，杀战马吧！哪怕只有1口血汤，也能让活着的兄弟们多撑1天。要么咱们就开城门降了吧，朝廷早就把咱们抛弃了，凭什么让兄弟们在这等死？放肆！张猛，你敢乱我军心？战马是赤豪的腿，没了马，咱们连敌军的动向都摸不清，拿什么守城？开城投降，敌军一旦入关，身后几城的百姓都要遭殃。你我皆是大起军人，死在阵前是宿命，谁敢言降？将军，不是兄弟们怕死，是真饿的拿不起刀了。我看着画面里这群被饥饿逼疯的铁血汉子，心酸的眼泪都快掉下来。我猛地掀开现实中几个灶台的通风口，把火候催到最大。就在张猛绝望地闭上眼睛，准备横刀自刎向霍廷谢罪的那一刻，轰！雁门关广场中央的青铜大鼎突然爆发出耀眼的蓝光，紧接着如同决堤的洪流一般，滚烫鲜香的猪肉白菜炖粉条从鼎口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浓烈到极点的肉香、酱香瞬间压过了战场上的血腥味。晶莹剔透的粉条挂在大鼎边缘，肥瘦相间的肉片堆积如山，清甜的白菜散发着热气。是神女，神女又显灵了。兄弟们，神明没有抛弃我们，大齐气数未尽。哎，张猛，末将在，这是神女赐下的恩典，
立刻组织兄弟们分发吃食。记住，先给城头的伤兵和老兵送去，吃饱肚子，哪怕流干最后一滴血，也要把雁门关给我守住。诺，若退半步，末将提头来见。将军不言谢，听闻神女于圈地建庄，霍某身无长物，唯有此战前从敌军奸细手中缴获的京城周边良田100亩地契，若无用，便全当留个念想。今日之肉羹为极美，全军将士皆呼万岁。霍某铭记五内，大恩不言报，唯有死战。我看着信，又看了看那沓地契，忍不住笑出了声。这霍将军还挺会关心人。虽然这古代的地契在现代换不了钱，但他这份心意我领了。我把地契小心收好。现在全村的农户都成了我的后盾，古董的钱也到位了。接下来我就该去会会我那好堂哥，看看他承包的那场预制菜大席是怎么搞砸全村人的肚子的。哎呦，我的肚子啊，造孽啊！这到底给人吃的什么猪食？我刚把霍大将军给我的沉香木盒收好，院外就传来了一阵比一阵响的哀嚎声和卫生院救护车的鸣笛声。推开院门一看，村道上乱成了一锅粥。村里的赤脚医生王大夫正带着镇卫生院的几名护士，提着吊瓶在村长家门前的空地上来回跑。几十个参加升学宴的乡亲捂着肚子，脸色煞白地蹲在地上直哼哼。我快步走过去，只听见村长正指着堂哥林宝的鼻子，气得浑身发抖。林宝，你拍着胸脯跟我保证的高端大席，就是给乡亲们盛过期半年的烂货。你看看这包装袋，这不可能啊！那宫双说这是最新的分子料理工艺，保质期长。胡说八道！我吃了一口那个什么梅菜扣肉，满嘴都是刺鼻的怪味儿。你这做法太没良心，为了赚钱，连全村人的安全都不顾了。大家消消气儿，别冤枉我家宝儿，肯定有别的原因，别一口咬定是他，别把所有事儿都往我家孩子身上推。肯定是天气热，大家贪凉喝了冷饮才拉肚子的，关我宝儿什么事儿？赵翠萍，你也该讲讲理吧。卫生院的医生都看过了，就是劣质预制菜引起的急性肠胃炎。我已经给镇上的市场监管所和派出所打电话了。林宝，你今天必须给全村人一个交代。村长说：“呵呵，输糊涂啊！今天要是让你来煮勺，哪能出这档子事儿？这升学宴算是全毁了。”叔，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乡亲们吐得脱水，胃里难受，光挂水不治本，得赶紧吃点温和的东西养一养。李大爷，哎，张婶，咱们刚才不是剩了些新鲜的大白萝卜和几副猪大骨吗？麻烦大家搭把手，把我家老宅的几口大锅搬过来，我给大家熬一锅白萝卜清炖大骨汤。这汤不油腻，最能理气顺肠胃。好嘞，呵呵发话了，大家伙赶紧动起来！哎呦，舒坦！这热汤一下肚，胃里那股翻江倒海的冷劲儿全给压下去了。呵呵，还是你的手艺地道啊！转头再看向被警车带走接受调查的林宝，眼神里全都是鄙夷。奶奶赵翠萍坐在地上呼天抢地，却再也没有一个人搭理她。等大家缓过劲来，村长拿着一份文件走到我面前，长叹了一口气：“呵呵，今天多亏了你，叔也看明白了，咱们这农村大席的根儿不能丢，不能断在那些没良心的预制菜手里。村东头那片地，叔做主了，只要你愿意干，头3年的租金给你减免1半。你那民俗农庄一定要给咱们村争口气。”叔，您放心，我林和今天在这立个规矩，我的农庄只用咱们村自己种的无公害蔬菜，只买咱们自己养的土猪土鸡。除了水里游的那些大肥鸭子我不碰之外，只要是大家辛辛苦苦养出来的牛羊大鹅，我都按市场最高价收。农庄建起来，第一批员工全从咱们村里招。好！手里攥着核桃，我抬头看了看夜空，现在这边的第一步终于稳稳地迈出去了。可是这10里8乡的乡亲们好安抚，雁门关那10万饿得眼睛发绿的古代将士，下一顿该给他们整点什么硬核大餐，才能让他们有体力去砍翻城外的敌军呢？呵呵，你包下这么大片荒地，光除草翻土就是个大工程啊！要不要大爷帮你去镇上雇几台拖拉机？不用雇镇上的，大爷，
咱们自己村的劳动力不用，便宜外人干嘛？1天200，现款日结，大家说是不是？对，跟着呵呵干，踏实。乡亲们挥舞着锄头，干劲冲天。我看着这热火朝天的景象，心里正盘算着农庄的第一批土鸡养殖棚该怎么搭。就在这时，我裤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不是来电，而是我一直贴身带着的那块羊脂玉佩。张婶，这边你先帮我盯着点，我回趟老宅拿点东西。我连滚带爬地跨上3轮车，一路狂奔回村尾。刚推开老宅的院门，就看到那口大铁锅正散发着急促闪烁的幽蓝光芒，就像警车上的爆闪灯一样，透着一股10万火急的味道。我猛地掀开锅盖，没有画面，只有嗖的一声，一支带着血迹的断剑从锅底射了出来，精准地扎在了案板上。剑杆上死死绑着一封被血浸透的急信。我一把扯下信纸，上面是霍廷凌乱狂草的字：蛮军10万，提前攻城。我救军虽已保复，但常围困导致兵器生锈卷刃，铁甲破损，将士们仅凭一腔热血，恐难挡蛮军精锐重骑。若城破，霍某必战死于鼎前，以谢神女赐饭之恩。开什么玩笑！我林和刚认下的一时空大主顾，怎么能说死就死？这饭我还没管够呢。冷兵器时代，兵器卷刃了怎么打？用牙咬吗？而且面对重骑兵，光吃了一顿猪肉炖粉条，那点体力根本撑不了一场恶战，必须立刻补充高热量、高糖分的食物，还得解决武器问题。我不能去买什么军用高科技，那玩意儿我接触不到，也违规。但谁说打仗只能用刀剑？咱们中国农村的五金店，那就是个隐藏的兵工厂。我立刻掏出手机，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点着。李大爷，快别翻地了！带上村里的青壮年，去镇上5金发布，把他们仓库里所有的长柄农用铁叉、开山砍柴刀、割麦子的金刚长镰刀全给我包圆了，有多少拉多少。张婶，去村头小卖部把老王头压箱底的红糖全部搬空，还有过年没卖完的那些大号2听角、震天雷烟花，一个不留，全给我用3轮车拉到老宅来。好嘞，好嘞。挂了电话，我1秒钟都没耽搁，直接在院子里架起了那5口大油锅，倒进去了整整10几桶大豆油。古代打仗最需要什么？碳水、糖分、油脂。我搬出家里所有的面粉，打入几百个土鸡蛋，和上面直接开始做咱们北方农村过年最硬核的零食——炸大麻花。每一根麻花都有小臂那么粗，裹满了白芝麻，一扔进滚烫的油锅里，滋啦一声，面团迅速膨胀，被炸得金黄酥脆。这玩意儿一口咬下去，全是碳水和脂肪的爆炸，绝对是单兵作战的能量炸弹。旁边的大锅里，我倒入了整整2麻袋红糖，加上切碎的老姜，熬煮成了极其浓稠的红糖姜茶。这东西喝下去，能让人浑身的血液瞬间沸腾起来。不到1个小时，老宅院子里堆满了物资。呵呵，你要的铁叉和镰刀拉来了，整整3000把，全是金刚打造的，锋利着呢。鞭炮也拉来了。这震天雷响声大得很，能把房顶掀翻。好，大爷张婶，你们先出去把门关上，这批货我有急用，谁也别进来。霍廷，老娘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现代农业文明的降维打击！听好了，霍大将军，那黑乎乎的面食叫麻花，吃一口顶半天饿；那红色的水叫红糖茶，喝了浑身有劲儿；那长把的铁叉专插敌人的阵马，那个圆筒子叫震天雷，点燃引线往人堆里扔。给我狠狠的打！打赢了，我给你们办庆功大喜！那个全息投影般的画面再次浮现，雁门关的城墙已经被砸出了几个巨大的豁口，城外黑压压的蛮军重装骑兵如同钢铁洪流，正踩着令人窒息的鼓点，一步步逼近城门。城内广场上，霍廷和张猛带着仅存的将士们，握着手里卷刃的破铜烂铁，眼中满是决绝的死志。嗡！广场中央的青铜大鼎猛地发出一声龙吟般的巨响，快看大饼，神女显灵了！那黑乎乎的面食叫麻花，吃一口顶半天饿；那红色的水叫红糖茶，喝了浑身有劲儿；那长把的铁叉专插敌人的阵马，那个圆筒子叫震天雷，点燃引线往人堆里扔。是神女的法音！全军听令，立刻饮红糖茶，吃麻花，换上神女赐下的神兵。痛快！
这红糖茶简直是仙家灵药，老子现在浑身有使不完的牛劲儿。好刀！这金刚纯度，就连皇宫大内的御林军都没见过。兄弟们，蛮军重骑兵欺负咱们每场兵器，今天咱们就拿神女赐下的铁叉和镰刀，断了他们的马腿！闯军！第一阵，镰刀手，给我割马腿！哼！第二阵，铁叉手，给老子把他们钉在地上！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妖刀？撤！快往城外撤！想跑？问过神女赐下的天雷了吗？天怒了，是天雷！大齐国妖法，天罚降临了！大姐，大齐万岁！神女万岁！霍廷站在城墙之巅，浑身染血，犹如一尊不败的战神。他没有欢呼，而是转过身，面向着青铜大鼎的方向。画面到这里，猛地一阵闪烁，幽蓝色的光芒彻底散去，老宅的院子里恢复了宁静，只有灶堂里的柴火还在噼啪作响。我靠在发烫的红砖土灶上，看着满院子的狼藉，嘴角却忍不住疯狂上扬。干得漂亮，霍将军！仗打赢了，接下来该轮到我在现代这边打赢属于我灵河的反击战了。那片刚包下来的荒地，还有灵堡内的等着看我笑话的无赖，咱们的账该好好算算了。一声脆响，一个做贼心虚的身影吓得猛一哆嗦，手里的撬棍掉在了青砖地上。我抱着胳膊，冷冷地站在2楼的监控室阳台上，居高临下的看着院子里那个穿着黑卫衣、戴着口罩的男人。哥，大半夜的，不在家好好反省你那预制菜罚款的事儿，跑我这新盖的农庄后厨来干什么？怎么想学手艺啊？那男人浑身一僵，扯下口罩，果然是我那好堂哥领导。自从上次预制菜食物中毒事件后，灵宝不仅被市场监管局重罚了5万块钱，还被主家索赔，彻底破了产。而我这边拿着那80万启动资金，带着全村乡亲没日没夜的干了1个月。林家大席民俗农庄的第1期大棚已经风风火火的盖了起来，每天来预定大席的10里8乡的客人踩破了门槛。灵宝眼红了，他断定我是藏了爷爷的秘制调料包，这才趁着夜色摸进来，想砸了我的新灶台，偷走我的配方。林安林和，你少得意！你这农庄用的地本来也有我的一份，我今儿就是来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你那配方本来就该传男不传女，冥顽不灵。哥，时代变了，你以为我这还是以前那个连大门都漏风的破老宅吗？这院子里我装了8个高清红外摄像头，360度无死角，带自动报警系统。警察同志，就是他，涉嫌入室盗窃和破坏有全程的高清录像。我从楼上走下来，把刚才截取的监控视频直接递给了警察。警察二话不说，上去就给灵宝戴上了银手镯。放开我！我是他亲哥，我进我妹妹的院子算什么偷？这属于家庭纠纷。哎呦，我的天哪！警察同志啊，抓错人了，那是他亲哥呀！呵呵，你这个你非要把你哥逼死，非要把咱们老林家的根给断了，你才甘心吗？你快跟警察说这是误会啊！奶奶，上次他用劣质预制菜害得全村人食物中毒，您说是误会，
今天他拿着撬棍半夜翻墙，想砸了咱们村几十口人指望吃饭农庄灶台，您还说是误会？这农庄不是我林和一个人的，这地里的白菜是张使他们每天凌晨3点起来浇水种出来的，这案板上的猪肉是李大爷起早贪黑喂了1年的土猪。林宝今天砸的不是我的锅，他砸的是全村老实爷们的饭碗。说得对，赵翠萍，你这大孙子根儿都烂透了！你再敢包庇他，以后村里的分红，你们家1分钱也别想拿！村民们群情激愤，自发地挡住了奶奶。警察干脆利落地把面如死灰的林宝押上了警车，故意毁坏公司财物，加上入室未遂，足够他在里面踩上一阵子缝纫机，好好学学做人的道理了。奶奶一屁股瘫坐在地上，看着警车远去，眼神空洞。她知道，她引以为傲的长孙这辈子算是彻底毁了。奶奶，您不是一直想要爷爷那本林家喜谱吗？爷爷根本就没留下什么纸质的菜谱。爷爷只教了我一句话：做饭就是做人。心术不正的人，就算把龙肝凤碎碎摆在他面前，他也熬不出那一锅干干净净的人间烟火。这招牌，你们扛不起，我来扛。我没有再理会瘫坐在地上的老人，转身招呼乡亲们回去休息，赶走了林宝这颗毒瘤。农庄总算是彻底清静了。夜深人静，我独自回到了老宅。新农庄已经建好，但我依然坚持把老宅这口生锈的土铁锅保留了下来，作为我个人的私密后厨。因为我知道这口锅底下还连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生死羁绊。我熟练地给土灶添上一把柴火，火苗刚刚窜起，木质锅盖就发出了一阵剧烈的震动。嗡，刺眼的幽蓝色光芒瞬间照亮了整个灶房。还没等我掀开锅盖，一种无法言喻的厚重感和浓烈的香气，夹杂着胜利的欢呼声，顺着锅缝溢了出来。大启国的捷报来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双手用力掀开了那沉重的旧木锅盖。嗡，没有预想中惨烈的血腥味，一股浓烈的劣质高粱酒香混合着烤肉的焦香，夹杂着千军万马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从锅底那团幽蓝色的光晕中喷薄而出。全息画面里，雁门关内篝火通明，那些曾经饿得奄奄一息的将士们，此刻正围坐在篝火旁，他们身上缠着带血的绷带，手里却举着大碗的烈酒，大口撕咬着烤肉。广场中央，蛮军首领那面残破的狼旗正被扔在火堆里，烧得噼啪作响。大举万岁！神女万岁！神女万岁！神女在上，蛮军10万已被我军彻底击溃，退出官军800里，短时间内再无力南下，大齐国的江山保住了。好样的，没丢咱们华夏，没丢你们大齐国军人的脸。承蒙神女厚恩，霍某身处边关，无以为报。此次缴获蛮军王帐，得黄金100两，另有西域特供的几味珍奇香料种子，以及一整套从敌国王族缴获的琉璃九彩扇具，一点心意，还望神女莫要嫌弃。灶堂的火焰恢复正常，我的大铁锅底静静地躺着几根金灿灿的金条，几包不知名的香料种子，以及一套精美的让人移不开眼睛的古代九彩餐具。我没有被金子冲昏头脑，我知道在咱们这个法治社会，突然拿出一套来历不明的绝世古董去卖，那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把那套琉璃九彩扇具用软布包好，直接坐车去了市里的国家博物馆。我以无名氏捐赠的名义，将这套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物上交给了国家。当馆长看到那套连一丝裂缝都没有的绝美古董时，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连连道谢，当场向上面申请，不仅给我颁发了文物保护杰出贡献奖的锦旗，市里的非遗文化保护局还特批了一笔50万的传统手艺扶持基金，指定用于我们村的农庄建设。拿着这笔干干净净的扶持基金，再加上之前剩下的启动资金，我的底气彻底足了。回到村里，我立刻召集了全村的乡亲，大爷大妈、叔叔婶子们，咱们的农庄今天正式扩建。咱们这后面还有一大片水塘呢，要不要养点鸭子？不养鸭子，咱们养大白鹅，铁锅炖大鹅，那可是咱们北方大席的压轴硬菜，不仅好吃，大白鹅还能看家护院，吃水草和虫子，纯生态循环，一点都不比镇上那些高科技的饲料养殖场差。接下来的几个月，整个村子就像上紧了发条的钟表。那些原本在村里无所事事、靠打牌度日的留守大爷大妈们，全都在农庄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张婶成了蔬菜大棚的主管，李大爷负责大白鹅养殖场，就连原本想去城里打工的年轻后生也留了下来，跟着我学大西手艺，学怎么做短视频给咱们农庄引流。而我则小心翼翼地把霍婷送给我的那几包西域香料种子种在了自家的后院里。没想到这些古代纯天然的香料种子，在现代土壤里长得极其茂盛，结出的果实带着一种现代人工香精根本无法比拟的浓郁
一箱，用这种香料炖出来的大鹅和红烧肉香飘十里。半年后，林家大喜非遗民俗文化村正式挂牌营业。开业那天，市里的领导亲自来剪彩，镇上的车一直排到了村口。那些曾经被林宝的预制菜吃怕了的客人们，在尝到我们纯手工柴火慢炖的饭菜后，一个个竖起了大拇指。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味道，这才是老百姓吃得起的良心大喜。夜幕再次降临，时刻散去，我独自一人回到了老宅。不知道远在另一个时空的霍大将军现在过得怎么样了？仗打完了，他也该加官进爵，过上安稳日子了吧？我熟练的生火，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上面握了2个金黄的荷包蛋，撒上一小把嫩绿的小葱花。就在这时，大铁锅再次发出了熟悉的震动。夜深了，林家大喜非遗民俗文化村里，大红灯笼的烛光渐渐熄灭，送走最后一桌远道而来的客人，整个村子终于陷入了静谧。我解下满是烟火气的围裙，独自一人走在回村委老宅的乡间小路上。远处的池塘里，时不时传来几声大白鹅嘎嘎的叫声，听在耳朵里却觉得无比安心。推开老宅的木门，院子里那口被我精心保养、擦得锃亮的大铁锅静静地卧在红砖土灶上。今天是我的24岁生日，没有订大蛋糕，也没有办什么奢华的派对。作为一个厨子，我最想吃的只有一碗简简单单的阳春面。我熟练的生火，往锅里添水，水开后下入一把细细的挂面，另一口小锅里猪油化开，滋啦一声煎了2个边缘微焦、溏心金黄的荷包蛋，最后在青花瓷大碗的碗底撒上一小把翠绿的小葱花，点上一滴香油，将滚烫的面汤一浇，葱香混合着麦香，瞬间扑鼻而来。这一年过得可真像做梦一样啊！画面里是一座古朴典雅、种满青竹的府邸后院，那口原本立在雁门关广场上的青铜大鼎，此刻正端端正正地安放在这院子中央，鼎身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甚至还系上了红色的绸带。霍廷没有穿那身沉重染血的铠甲，他换上了一身月白色的宽袖长服，长发用一根玉簪简单束起，冷峻的眉眼间少了几分金戈铁马的戾气，多了几分岁月静好的温润。神女，别来无恙。大将军，看你这身打扮，是升官发财，过上好日子啦？托神女的福，蛮军退避3000里，递交了降书，圣上恩准，大齐国与草原互市，边关再无战事。霍某已将兵权交换朝廷，圣上念及守城之功，封我为镇北侯，赐了这座府邸。可是霍某心里明白，大齐国能有今日的海晏河清，天下百姓能重新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播种五谷，皆因神女那几顿救命的吃食和那些退敌的神兵。如今四海升平，朝廷拨了赈灾粮，将士们和百姓都能吃饱穿暖了，无需再劳烦神女赐食。今日是霍某受封镇北侯的日子，霍某不敬鬼神，唯敬神女。这只木簪是霍某亲手用雁门关外的第一株逢春枯木雕刻而成，不值几文钱，却刻着天下太平。愿神女在天上岁岁平安。霍廷，今天也是我的生辰，在我们的家乡，生辰这一天要吃长寿面，长长的面条不断，寓意着平安顺累、长命百岁。这碗面，我不敬神明，我只敬你这位保家卫国的大英雄。愿你们大齐国的百姓，从此再无饥荒，盛世安康。谢神女赐面。随着他最后一声爽朗的大笑，灶堂里的幽蓝火焰渐渐熄灭，大铁锅底的画面也如水波般缓缓消散，最终归于平静。我知道这口锅以后也许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亮起，因为他的世界已经不再需要天降神迹来拯救，而我的世界也已经在脚踏实地的奋斗中开出了最绚烂的花。尾声，3年后，林家大喜非遗民俗文化村已经成为了全省最著名的乡村旅游标杆。李大爷家的大白鹅养殖场扩大了3倍，成了咱们镇上最大的无公害农产品供应基地。张婶带着村里的妇女们把
手工漏粉条的手艺申请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于我那个堂哥灵宝，在里面蹲了2年后被放了出来，他没脸回村，听说在镇上的工地上搬砖，人倒是老实了不少。奶奶中风偏瘫了，村里看他可怜，给他办了低保。我每个月也会按时让村支书给他送点米面粮油，不为别的，只为爷爷临终前那句做饭就是做人，得留3分善念。林总，省台的记者已经到了，准备给咱们农庄拍个非遗专访。您看咱们在哪儿接受采访？走吧，去村委那座老宅。在老宅那个被保护起来的玻璃橱窗里，静静地安放着一口早已不再烧火的大铁锅。面对着镜头，我系上那条洗得有些发白的帆布围裙，抡起手里的大铁勺，对着屏幕前的所有人说：我们林家大席没有高科技，没有预制菜，我们卖的就是这口大铁副锅里最干净、最实在的人间烟火。